美军5大军种上万兵力集结关岛，展开勇敢之盾2022演习，出动数百架军机、双航母战斗群演练，如何炫耀武力，演练岛链围堵。他动用的武器呢，基本上把自己的主战的装备全都拿出来了。塞班岛出现多枚导弹模型，被指太像东风导弹，美军究竟在做什么冲突响定？勇士之盾的这个针对性很明显。中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展开博弈，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发表中国对地区秩序的愿景主题演讲，阐述中方怎样立场。日本派出出云号准航母展开印太派遣行动，反映出自卫队怎样野心？俄乌冲突仍在持续，双方激战顿巴斯，火炮对轰，拉开怎样对决攻势？冲突前线部署地毯式地雷，将带来多大安全隐患？根据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声明，今年的勇敢之盾总参演兵力超过1.3万人，分别来自美国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太空军。演习期间将动用超过200架飞机和15艘舰艇，包括2艘核动力航母里根号和林肯号，以及美国级2栖攻击舰蒂黎波里号。演练的核心就是帮助美海军强化跨军种联演，累积多领域作战经验。分析指出，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涵盖整个印太地区的美军部队，并且把5大军种的主战装备都拿出来搞多维的体系对抗。这次呢，你看，不但有水下的反潜，还有空中的防空，还有这种太空军的运用。还有呢，就是看不到的网络军的这种运用，所以呢，它是多维的这种作战。第二呢，就是他动用的武器呢，基本上把自己的主战的装备全都拿出来了。那他在这个演习中也使用了就是隐身的这种舰载机比如说这个闪电2就隐身战机，还有像网络战部队他也给使用上来了。还有呢，就是太空军他也使用了，所以呢，他的这个装备应该说是一种体系化的这个对抗。此外，勇敢之盾演习还着重检验美军全球投射能力，采取军事手段威胁其他国家，将美国塑造为所谓印太地区秩序的制定者。不少媒体还将勇敢之盾2022形容为针对中国的岛链围堵演练。其实很可惜我说勇士之盾曾经是中美2个国家增强军事互信的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我们讲06年的勇士之盾的时候呢，当时中国的观察员实际上是参与了相关的演习。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勇士之盾的这个针对性很明显但是其实我们看到06年到现在这么多届演习里面，恰恰是美国人由在太平洋上一家独大到现在为止，渐渐地感觉到似乎岛链守不住了。反导是美军勇敢之盾2022演习的重要一环。据星条旗报报道，美国陆军计划于6月15号在帕劳首次实施爱国者3反导系统的实弹试射。不管是美国之前的太平洋威慑计划和现在的印太战略，都提到要在太平洋进行反导系统的部署。主要计划是要在关岛建造一个综合防空体系，在帕劳部署高频雷达和雷达群。今年2月，五角大楼就提出要在帕劳部署2亿美元的 X 波段雷达。如今，美军又在帕劳进行爱国者3试射，显然是要将帕劳打造成一个反导前沿阵地。过去呢，像帕劳这样的方向，美国人认为关岛呢是牢不可破的，所以帕劳这样的方向，美国方面并没有在上面去部署太多的这种单位。但这一次我们看到美国趁着演习呢，在帕劳上面去进行了爱国者导弹的试射，都证明美国在太平洋，尤其是这个西太平洋的这种所谓的绝对优势已经逐渐的被打破了。值得指出的是，帕劳向西可达菲律宾，向东直抵美国关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美军印太布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近年来，美国不仅帮助帕劳翻新了位于安加尔岛上的一座机场，还在帕劳进行新的跳岛战术演练。2020年11月，从关岛起飞的 F-22A 战机就在帕劳的机场接受了热加油。所谓热加油，指的是飞机降落到地面后，在不关闭发动机的情况下接受油料补给。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指出，不排除美国未来会在帕劳部署中程或中远程导弹。
美国一方面他要防着自己啊，就是不要挨打，鸡蛋不要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边啊，你都放在关岛，人家把关岛打了，你怎么办呢？所以呢，帕劳呢离关岛还有700公里，所以它可以使兵力分散。更令媒体吃惊的是，就这一次勇敢之盾演习中，在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上出现的多个导弹模型。据当地媒体报道，演习在塞班岛涉及多个项目，包括使用4个16米长的模拟敌方公路机动弹道导弹发射器。按照美国方面的解释，这些导弹发射器模型正在依照解放军的东风21导弹和东风26导弹而建造。而在日本方向，近期也有大量美国军机飞抵冲绳县美空军嘉手纳基地。从5月26号至6月2号，就有5款30多架新增战机进入基地。根据嘉手纳町的记录，这是自2007年以来再次出现30架新增战机聚集的情况。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6月6号表示，嘉手纳基地内至少停放了21架从国外和县外飞来的新战机，包括12架 F-22战斗机、4架 EA-18G 电子战机、3架 FA-18战斗攻击机和2架 F-16战斗机。像 F-22这显然是属于美国空军的，那像 FA-18或者是 FA-18G 这样的飞机呢，应该是属于美国海军或者是属于海军陆战队的。我认为它一个是要检验，就是在未来的这种军事行动中进行这样的结合以后，会不会就是形成就是1+1大于2的这种效果。还有呢，就是前沿部署，因为我们知道冲绳在日本的这个位置上呢，可以离东北亚这个地区非常近。那无论是对这个朝鲜半岛啊，还是对俄罗斯啊，还是对中国呀，或者是对这个台湾地区方向啊，都可以形成很好的这种威胁或者是威慑的作用。美军不断在印太炫耀武力，中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交锋也成为关注焦点。6月12号上午，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中国对地区秩序的愿景》主题演讲。对于中美关系，魏凤和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重要关口。中方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和世界共同利益。中美作为世界上的重要大国，世界的和平发展离不开中美合作，对抗对两国和世界都没有好处。中国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如果执意把中国当作威胁、对手甚至敌人，将犯历史性战略错误。魏凤和还在发言中对美方提出4点要求：我们要求美方1是不要攻击抹黑中国，2是不要遏制打压中国，3是不要干涉中国内政，4是不要损害中国利益。只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搞好。中方立场很明确，要对话相互尊重，要相处和平共处，要合作互利共赢，要对抗奉陪到底。魏凤和指出，中美两军应加强战略互信，避免误解误判，管控风险危机，防止摩擦冲突。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健康稳定发展的大国关系，也必将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和尊严。魏凤和还在提问环节回答了有关中国核力量发展的问题。魏凤和表示，国庆70周年阅兵展示的新型武器装备，中国军队都已列装。但中国的核政策是一贯的，就是自卫防御核政策。我不知你看没看过中国的70周年大阅兵，我也可以坦诚地告诉你，70周年阅兵的新的那些武器装备，中国军队都已装备了部队。但是我们不是搞军备竞赛，核的领域的发展，中方一定是适度的、适当的，有中国特色的。目前，美军5大军种在关岛附近集结上万兵力，举行“勇敢之盾2022”演习。媒体普遍报道，美军在演练岛链围堵。请教一下崔先生，您是怎么看的？5大军种哪一个唱主角？这个我们看一下西太这块的地图，就会发现，实际上西太这一块，哪个军种做主力是不言自明的，因为这个地方海域的面积太大了。所以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
从06年开始，这个勇敢盾牌这个演习一直就是以海军为最主要的兵力展开的。那除了海军之外，首当其冲的第二个就是空军。除了空军之外，这几年啊，美国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战思想或者是作战概念的一个演化，它叫多域战、跨域战，或者说全域作战。那全域作战简单理解的话，就是所有的军种都上。所以这些年里边，你像陆战队呀、陆军啊这些传统的地面作战的兵力，它也往里边掺和，所以就形成这么一个局面。那做一个总结的话，我的一个研判就是，这一次的勇敢之盾的演习啊，很显然就是在演练在西太区域怎么去依托有限的岛链的基地啊，以海空的兵力为主，去实施这个联合的多兵种的这种高烈度的海上交战。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自5月下旬以来，有大量的美空军飞机飞抵冲绳加手纳基地。自2007年以来，再次出现30架外来飞机聚集的情况。请教一下王先生，美空军为何突然加大驻冲绳的空中力量？在整个的岛链战略中，第一岛链中，冲绳是一个核心的支撑点。实际上，美国在冲绳加大航空力量的部署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在这个地区很有可能会快速的构建一支航空兵力量。这次调来的部队呢，主要是 F-35A 型机，这些部队主要是从阿拉斯加地区征调过来的。那么美军希望能够在这一地区打造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能够执行一些突发性的任务的作战力量，这也是美国的一个企图。未来可能在这个地区还会出现更多的机种，比如说远程的战略轰炸机。远程战略轰炸机目前美国主要是在关岛方向部署，但是它跟在冲绳方向的战斗机部队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中远程打击的结合的链条。周一，日本海上自卫队由出云号领衔的印太派遣22编队正式展开为期4个月的部署，这也是出云号成为准航母后的首次远海行动，向外界释放出强烈信号。那么，日本自卫队准航母如此长时间的远洋部署，都会在哪些国家停靠进行军事交流？又在变相演练着哪些航母技术？出云号不断与美、澳、印等国举行多场联演，进行战机以及情报系统的互操作，又反映出自卫队怎样的野心？根据日本海上自卫队官网的消息，印太派遣22编队从6月13号至10月28号将在印太地区进行为期4个多月的部署训练。这一次的印太派遣22编队，除了出云号准航母以外，还包括雾宇号与高波号2艘驱逐舰、1艘苍龙级常规潜艇、1架 P-1反潜机、1架 UP-3D 电子情报飞机和1架 US-2水陆两栖飞机，以及部分陆上自卫队水陆机动团。自2017年开始，日本每年都在进行所谓印太派遣编队部署训练，每次都是由海上自卫队的最大型舰艇出云号或者加贺号领衔。虽然每次印太派遣编队仅有3艘军舰，但今年是规模最大、航行距离最远、飞机数量最多的一次。不仅如此，此前出云号和加贺号都是以直升机驱逐舰的身份参加，核心战力是反潜作战。如今，出云号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准航母。去年10月，有2架美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在出云号上进行了首次起降试验，正式对外宣称出云号完成了第1阶段对飞行甲板的航母化改造。根据下一阶段的改造计划，出云号的舰首飞行甲板将由梯形改为矩形，以扩大飞行甲板下机库的面积。分析指出，海上自卫队试图通过为期4个月的印太派遣部署，提升远海独立作战能力，并且为未来的航母作战探索经验。所以，日本在改建呢，或者是改造它的直升机母舰的同时呢，实际上在增加它的这种军事作战能力。因为你比如说直升机母舰，它的这个反潜能力也很强，因为它可以搭载多架的这种就是反潜的侦察机啊，来对水下的这个潜艇进行侦察。但是它现在改成航空母舰以后，它就可以直接的就起飞这种固定翼飞机，
在海上，特别是远海和你争夺制空权。那有了海上的制空权，它这个直升机母舰呢，在海上就是驻泊的时间也很长啊，驻留的时间也很长，那就可以执行相应的这些任务。不过，从出云号驶离港口码头的画面可以看到，飞行甲板上并没有 F-35B 的身影，这也暴露出海上自卫队目前有舰无机的窘境。目前，日本是 F-35战机的最大海外客户，共向美国购买了147架，包括105架 F-35A 和42架 F-35B。这42架 F-35B 未来将作为出云号和加贺号的舰载机，就等着美国交货了。有观察认为，日本此前派出出云号监视中国辽宁舰编队的远海训练，现在又进行印太派遣，就是想让美国看到日本在积极地配合它的印太战略，而出云号能够发挥较大的作用，从而能够尽快获得 F-35B 战机。那么日本方面为什么现在要让出云号不断的出来展示自己的存在呢？说白了，让美国方面越满意，也许日本就能更早的获得 F-35。这个是我们说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应该说真正的野心和目标。那么有了 F-35B 之后，那么出云就正式的成为所谓的闪电航母了。那么日本方面就可以公开的宣称自己在太平洋战争之后，终于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这种航母战斗群。但是这种最后什么时候能够形成战斗力，我觉得这个里面的变数还是很多的。俄乌冲突仍在持续，双方激战顿巴斯，火炮对轰，拉开怎样对决攻势？冲突前线部署地毯式地雷，将带来多大安全隐患？目前，俄乌双方冲突的焦点主要是争夺北顿涅茨克、利西昌斯克和波帕斯纳亚。在北顿涅茨克时不时爆发激烈巷战，乌军指挥官日前表示，要夺回北顿涅茨克的控制权已经十分困难，但乌军仍在伺机反攻。俄乌双方都动用大量的火炮，开始了规模空前的火炮对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争夺北顿涅茨克结果将决定整个顿巴斯地区的命运，而这一战是非常残酷和艰难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6月12号，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表示，现在这是一场炮兵战争，乌军几乎打光了所有库存的炮弹，乌军现在只能使用外来支援的155毫米口径的北约标准弹药。斯基比茨基还说了一个关键数字，乌军目前每天消耗的炮弹为5000至6000发。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网站6月9号发布的公报，乌军已经装备了5种型号的155毫米榴弹炮，分别是美制 M777 和 M109A3、英德意制 FH70、法制凯撒、波兰制螃蟹，总数量超过150门。俄乌这两个国家呢，它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那么虽然现在已经是一个兵戎相见的局面，但是过去呢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美国方面对这个乌军的这个军事援助呢，实际上过去一直以来不是非常的积极，也是怕说自己的军事技术啊，包括说一些这个军事机密啊，通过这个军援的这种渠道流入到这个俄罗斯方面，对他的这个国防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虽然西方媒体有这个报道了，但是毕竟我们看到的趋势就是美国对包括整个西方世界对乌克兰的这个军事援助越来越大包括层级也越来越高。所以说这个总体趋势呢，它应该是不会变的。有统计认为，俄军的火力强度是乌军的8到10倍，这就意味着每天要发射大约5万发的炮弹。6月6号，美国 Maxar 商业卫星影像公司公布一张俄乌战场卫星照片，可以看到在乌克兰19亩南郊的田野有着密布着的弹坑，而在另一边，俄军无人机也拍摄了一张乌克兰黑土地的照片，土地上的弹坑密密麻麻。有专家指出，这些弹坑是俄军龙卷风远程火箭炮造成的。龙卷风可以发射 9M55K5 型集束式子母弹，里面装着645枚杀伤和破甲双用途子弹药。该子母弹开仓以后，密集的子弹几乎同时落地，也被称为可怕的钢雨。
那么，俄乌炮战现场有多激烈呢？一名美媒记者通过第一视角的方式记录下了前线的紧张情况。Ось він на моєму фоні Світлодарськ, який окупований російськими силами. І це місто здавалося б рукою подати, а вже не контролюється Києвом. Зараз відбувається обстріл позиції в районі Волга. Скажіть в двох словах, що було? Був артобстріл. Як часто тут таке відбувається? Кожен день 24/7. Кожен день тут шумно. Зранку до вечора. Тільки вночі вони стихають, поспали, встали і давай по новій. 俄媒记者也在密集的炮火声中记录下了俄军试图攻破乌军防区所采取的攻势。除了地面火炮以外，乌克兰和英国方面还释放消息，称俄军使用了更致命的空射武器。英国国防部表示，俄罗斯轰炸机可能在乌克兰发射了上世纪60年代服役的 Kh-22导弹重型反舰导弹。这些导弹原本是要搭载核弹头攻击航空母舰的。此外，还有西方媒体认为，俄军之所以动用 Kh-22，是因为俄军的精确制导武器不足所致。对此，特约评论员石红认为，这些说法根本就不可靠，是有意抹黑俄罗斯。你想嘛，它能够呢用于反舰作战，那精度呢肯定是很高的呀，否则的话也不可能打击呢舰艇这样的海上移动目标的。所以呢，它打击的地面目标呢，尤其是固定目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精度呢完全够，本身就重达6吨，战斗部呢是1吨重，这样打击呢，像乌军的重要的设施，比如说那些军工厂，还有呢武器的储存地，以及呢部队的训练地，空军基地等等，那威力呢非常强的，而且打击这些军事目标的话，也不会呢产生什么样的附带损伤。俄军呢使用 Kh-22的话，并非呢完全是由于呢自身现在的新型的精确制导武器不足，而是呢看中了 Kh-22的巨大的威力。此外，俄空天军日前出动4架苏57隐身战机，通过统一联网的方式组队猎杀乌军防空系统，也备受关注。这也是隐身战机编队猎杀模式在全球的首次运用。俄媒指出，俄空天军将目前为数不多的苏57一次性投入风险相当高的压制乌军防空系统的行动中，证明了俄军对苏57的隐身性能和战法相当自信。苏57进入敌人防空系统的打击范围，但从未被发现或遭到攻击，足以证明他们的隐形性能。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对乌军防空系统的打击中，没有使用炸弹，而是使用精确制导导弹，例如弹头重250公斤的 X-38空地导弹。它是一款专门为苏57研制的对地攻击武器，它的最大飞行速度为 2.2 马赫，采用雷达和红外复合制导模式，可打击40公里内的目标。隐身战机呢本身就是用于呢踹门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打击呢对方防护系统的，因为呢对方的雷达系统呢很难发现隐身战机，所以用苏57呢相对来说比较好，对方呢很难发现嘛，那打击突然性呢就很强。因为俄罗斯媒体也专门强调了，就是4架的苏57可以在空中互相之间呢进行互联互通，然后呢用先进的机载雷达呢去发现目标，谁先发现了，然后呢告诉其他的几架的苏57，大家呢一起呢去进行攻击。这样一来的话，在搜索目标能力方面也会有比较大的提升。第3个原因呢，当然是进行了实战的测试嘛。因为苏57是俄军未来的重要的这种战斗机了，那俄军呢也要看一下实际的这种使用效果，然后呢才做出呢
相应的这种发展，那可能会在采购方面进行调整啊。目前，俄乌冲突何时才能停火尚不得而知，但双方冲突前线战后或将成为地雷重灾区，已引发各界高度关注。5月21号，乌克兰内务部副部长曾表示，按最乐观估计，乌克兰需要5至7年时间完成境内排雷工作。根据评估，目前乌克兰境内大约有3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可能被埋设了地雷。30 мільйонів гектарів тери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потрібно розмінувати. Поки що 雷区相当于20名工兵1天的工作量。实际上，这个机械化部队也好，或者正规军也好，它是需要部队快速通过的。它一般采取的2个手段，一个是这个专用的这种装甲排雷车，本身它可能不太怕这个地雷，加上前面有这种专用的这种轨雷设备，就一路开过去，这个地雷沿途的这个地雷就都爆炸了，并且它会自动的设置路标，就是给你这个画条线出来。那么后边的部队呢，只要不超过这条线，它在线里头行进都是安全的。也就是说，它主要的目的是开辟通道。